2025年秋冬，时尚不再是单一的潮流，而是多元叙事的并存。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Ellie。那今天呢，就花一整期视频的时间来跟大家探讨一下2025秋冬流行趋势与元素。在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右下角 CC 打开字幕选项。那以及今天视频里面可能提到的某些元素或者是单品，包括我现在身上穿的，我都会整理好信息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如果说过去几年时尚还在围绕着轻奢极简打转，那么2025秋冬是直接打开了一个更加多元的空间，秀场与街拍之间不再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设计师用戏剧化语言勾勒潮流时尚走向，博主与街头穿搭达人则用自己的身体去演绎出来了能够把时尚变为可触摸的生活方式。今年的关键词是对比与融合，自由与秩序，浪漫与力量，经典与叛逆，都在这个季节相遇。在接下来的视频，我们会从10个趋势或者是元素来入手，为大家深度剖析2025秋冬时尚流行趋势。你准备好了吗？在 Aso 跟 Chloe 的秀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佩丽丝纹样、流苏披肩与宽腰风叠加在长裙之上，营造出一种随意但是又不失结构感的自由。这不仅仅是造型，而是对流浪生活的时尚化的一种想象。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Chloe 的2025秋冬秀场上面，也大量的去运用到了这些荷叶边、蕾丝和长裙，整个代表着品牌去回溯了他们家非常经典且具有代表性的浪漫的波西米亚风格。那不同于60年代的浪漫与幻想，今年的这个游牧感的波西米亚风格更强调的是材质和层次。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厚的针织跟薄纱的一个叠加，皮带和浪漫裙摆的一个对比，让这种自由当中却带着有一丝丝的严格的这个秩序感。那也可以通过翻看 ins 或者是各类时装博主，他们把这些单品演绎上身呢，就是通过不同风格的单品的对撞。那这里呢有一个穿搭小 tips 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去尝试这种类型的风格，又害怕掌握不好那个量的话呢，那建议呢在上半部分呢用深色，下半部分用浅色，再用一条临近色或者是任意取的可以衔接上下2个颜色的宽大腰封去做一个衔接。如果没有这种腰封也没关系哈，随便的腰带或者是像之前经常用到的这一种宽大的丝巾，它其实也是可以当成一个宽腰封来使用的。是不是一下子就又能够把自己衣柜里边的单品给它盘活了呢？接下来第2个呢，就是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的内衣外穿。内衣外穿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哈，但是 miumiu 却让它更上一层楼。子弹胸型、缎面吊带裙、蕾丝边的衬裙和相对厚实的针织与皮草，形成了一个反差很大的对撞miumiu 这个搭配功力真的十分了得。之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可以专门开一期为什么 miumiu 这2年会这么的火。它的单品看似拆解下来都是一些个非常基础的，但是为什么放到品牌身上却又能够那么的夺目？除了 miumiu 之外呢，森老汉也是非常喜欢用这种2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单品去做一个对撞。比如说他就是会用这种非常硬朗的很阔肩的外套去配上 slip dress 这种优雅女性的代表，营造出这种性感与力量共存的姿态。那这个内衣外穿的概念呢，和以往为了性感为了讨好异性的这种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如今的这个所谓的内衣外穿更是一种女性的一个自我表达，我可以展示身体，我也可以设定界限，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我觉得像这种内衣外穿，想要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的用力过猛，韩国博主的上身办法非常值得我们普通人去借鉴的。比如说在里边穿一件稍微紧一点的内搭 T 恤，棉质的，再去外面去套上薄纱的这种小背心、小吊带，或者是蕾丝款式的，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平衡掉这种性感的感觉。那又或者是呢，把这种丝质的内搭的吊带背心带性感的 V 领小开口，去跟西装这种很硬朗，又或者是像我身上这种比较帅气的夹克做一个混搭，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要说翻看了各大秀场以及各种潮流博主、时尚杂志的上升出来的这个秋冬 New Look， 有一个元素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波点。Artu Zara 这个品牌呢，今年也是把波点带回了人们的视线里，错落有致，让我们能够很轻松的去接受波点这个复古图案的回潮。那跟过去流行的这种带复古、带甜美的风格感的波点完全不一样，今年更多的是去强调现代感与松弛感。那街拍中最常见到的呢，就是这种波点的半裙去搭配任意的上衣，不管是带帽卫衣或者是宽松毛衣，再去配上一双运动鞋，就是能够很好的去把波点这个单品系给它消化完成。简单当中呢，却又带有辨识度。如果你真的很害怕去驾驭这种波点啊、豹纹类型的图案呢，还是一个办法，直接把它拿得离脸越远越好，放在下半身去搭配裙子、半裙，都会比放在上衣要容易去消化。那去年非常火的谷仓风巴恩风夹克，你们买了吗？如果买了的话，今年是时候再拿出来翻着给它穿，在秀场上给它演绎得非常的帅气，有一种把英国乡村老钱的这种贵气感直接搬到了舞台上，让你去照抄。那我觉得在搭配这种类型的单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去跟一些个材质不同的去做对撞，像是这种比较粗糙的巴恩风的灯芯绒的材质的夹克外套，就可以很好的跟丝巾这一类的单品消化。又或者是网上非常火的一个穿搭公式，这种很浪漫的荷叶白的花边裙，去配上帅气的马靴以及一件帅气的外套，就能够很好的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做一个平衡。那这种趋势呢，也是正好去呼应到了我们想要的这种耐看又耐穿的一个需求，还能去应付不同天气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属于实穿又好搭的一个选项？那像秋冬的这个外套合集，我也在准备当中了。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皮草我觉得算是秋冬不可错过的，也是每年都会被拿出来的一个材质。那皮草元素呢，在2025秋冬也是重新被定义。咱们走在潮流最前线的这个 Miu Miu 也是在2025秋冬秀场上面频繁出现了皮草这一元素。但是呢，跟我们印象中的皮草不太一样，它不是去做成了大衣，也不是去做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外套，更多的它是做成了披肩、小夹克，甚至小披风，或者是配饰一样的存在，强调出了它的多样性，然后多搭配的一种可能性。那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担心皮草这类单品会有臃肿显胖的风险，不妨可以去学习秀场上面的这些搭法把它变成一个围脖披肩，就能够很好的去消化它显胖显臃肿的一个问题。同时它还真的非常的保暖，如果不想让它这么雍容华贵，我会比较建议拿它去跟这种很素的单品搭配，比如说牛仔裤、纯色的棉质的长裤，甚至是运动套装，它都能够很好的去消化。比较容易踩雷的就是把皮草拿去跟皮质单品搭配，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松消化的一套组合。那秀场上面见到的皮草多以这种金色、黄色这种偏暖咖色的为主，但是我个人实践包括搭配下来，我发现偏暖性色、浅色调的皮草呢，会更好在秋冬进行搭配。而且像这种浅色皮草还有一个减龄的效果，如果还没尝试过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去试一下。那说到今年秋冬不可错过的这种流行趋势呢，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的是这种珍珠，但是在秀场上面他们整个就是放大了好多倍。在Chanel秀场上面，我们就能够看到整体的妆造都是用到了这种超大颗的珍珠做一个非常夸张的点缀，彻底的去改变了人们对于珍珠的一个刻板印象，就很容易把珍珠跟淑女端庄这种类型的单词联系在一起。那今年呢，他们改头换面变成一个非常浮夸的潮流符号。那我觉得普通人比较好去驾驭的呢，还是这种大小适中的珍珠，又或者是整体的长度来讲会比较的长的这种珍珠项链，就能够很好的去跟秋冬这种整体颜色偏哑光、材质偏哑光的单品呢去做一个呼应。因为珍珠的这种温润的光泽感呢，能够很好的去把毛衣或者是麂皮这种偏哑光的材质单品重新唤起它们的这个活力。而且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珍珠算是我最近觉得投资的
很满意的一个配饰单品了。如果有想要看珍珠在秋冬如何去搭配出不同的风格感，去搭配不同的服饰以及思路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可以来给大家整理一期无脑的跟链的搭配公式。那不同于前几年流行的这种超级短的裙子，短到普通人真的没有办法日常很轻松的穿出门，今年的这个中长裙就属于是适合所有人。Chanel 与 Valentino 的秀场上呢，频繁的出现这种 A 字的或者是细褶的，那整体呢就是以这种偏铅笔裙的状态呈现在大家眼中。在Saint Laurent的秀场上面呢，也可以看到他用的这种超大宽肩的外套，去配上一个窄细的中长铅笔裙，在行走的时候呢，既有这种宽大外套带来的帅气感，也有中长铅笔裙所勾勒出来的女性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线条。格纹呢，永远是秋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可以看到不同大小的格纹，可以拼接在袖口领口或者是裙子，或者是配饰上，既保留传统，又带来新鲜感。那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格纹，去跟刚刚提到的这种乡野传统这种白安风的外套进行一个结合，非常容易驾驭的一个元素。那格子衬衫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呢有几个小 tips 给到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选择这种格子衬衫或者格子半裙，那尽可能的去选它的格子线不是特别的生硬跟明显，最好呢是有一些影子一样的深浅不一的设计呢，会更好看，不会那么的生硬。Saint Laurent跟 Balenciaga 持续输出主要的就是想要把大发挥到极致，夸张的肩线、硬朗的线条、拖地的长度，形成一个强烈的存在感，让人不多看你2眼都不行。今年的话，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难驾驭的，就是这种非常夸张的大衣。像这种大衣的话，他们尽可能的都是去简化一些内搭的单品，去强调这一件率性的大衣的存在。我感觉是属于冬天里面小个子非常需要避雷的一个趋势了，真的很难把它驾驭好。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学院风了，它其实是 Miu Miu 的这种学院风的一个延续。条纹衬衫、百褶裙，这种到小腿的袜子，还有玛丽珍，在秀场上形成了这种校园的一个秩序感。和传统的这种学院风不同的是呢，今年的这个新学院风，它更强调的是松弛与层次。oversize 的西装加上衬衫加百褶裙，再加上一双小腿袜，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搭法。那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 Miu Miu 呢推出的各种小玩意儿，比如说发夹呀、头箍呀、发带呀，那各类时尚博主也是精致到发梢，把自己的头发呢都快玩出花来了。这一举动也是能够更好的去强调书卷感。那2025秋冬流行趋势呢，更像是一场双重奏。在一端呢，我们看到非常戏剧化的、非常夸张的一些存在感，比如说非常廓形的大衣非常夸张的珍珠配饰，还有皮草这一类很喧闹的单品。那另一面呢，我们又能够看到一些非常实穿的选项，比如说巴安风外套然后 Miu Miu 的新学院风还有中长裙这一个谁都能够驾驭的单品，它们的组合在一起呢，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家都能够非常轻松去找到适合自己穿的一个选项。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总结的10个2025秋冬流行趋势元素。那你觉得哪一个呢是你想要尝试的，又或者是哪一个你觉得最好驾驭？想看任何的视频题材呢，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你的每一个点赞、订阅、留言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再一次感谢你拨空观看我的视频，我是 Ellie，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